有缘人，你们身边是不是有一种人，喊一声他听不见，要喊2、3声才听得见？这种人就是能量场散落在外面了。用民间的俗话来说，就是这个人的魂魄不全。因为按民间的说法，人是有3魂7魄的，用科学来表达，就是这个人的能量场不完整，只有一部分在身体里面，另一部分跑出去了。你通过喊他，把他喊回到他的肉身里面，他才会和你对接。如果他有一半的能量场散落在外面，只有一半在身体里面，你喊他，他是听不见的。那么他的能量场跑到哪里去了呢？例如，你想你的孩子、家人、朋友等等，你想到谁，你的能量场就跑到谁身上去了。这个能量场可以叫它光，可以叫它爱，可以叫它慈悲，也可以叫它智慧。如果你是一个菩萨，你想到谁，你的光、你的爱、你的能量场就落在谁身上，你就加持他，改变他了。例如，你们做父母的带着爱心想孩子，你们爱的力量就落在孩子身上，孩子就受益了。如果你们带着担忧的心想孩子，一种黑色的负能量就会附着在孩子身上，孩子就会运气不好，或者生病。所以修行人要时刻保持正念，只能想别人好，不能想别人坏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如果一个人的能量是全然的，那么他人在这里，心也在这里，爱也在这里，光也在这里，磁场也在这里。我们修行就是要达到这种全然的状态，只有当我们的身心全然的合一时，我们才能深入禅定，开智慧，与佛菩萨、上帝、真主、安拉对应，把他们感召过来。如果你没有禅修过，没有用功的方法，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方法，让你把心收回来，安住在当下，达到人在此心在此，不至于像过去那样，人坐在这里，心已经跑掉了。即使你的心只跑掉一部分，你也不可能成就。只有当你把散乱在外面的能量场收回来，让身体成为一个全然的能量体时，你才会变得高度警觉。观相可聚精会神，打开自性之光。观相的方法是5000年前从印度流传下来的，后来被出家和尚带入佛教，从印度传到了中国，唐朝以后又被带进了禅宗的禅堂。做禅时，有些人的心很散乱，无法集中，因此就在禅堂中央燃一支香，大家盯着这支香，尽量做到不眨眼，盯一会眼睛就会感到刺痛、流泪。这时最好还是不要眨眼，这样观久了会使身体的气和神凝聚到一个点上，从而达到一心不乱。训练久了，就是闭上眼也能达到一心不乱，而且眼睛一闭，眼前一片光亮，是一片光的海洋。因为心中没有杂念，自性的光明就会出现在眼前。古印度有关夜明珠的，
其道理也一样，也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光点上，通过这种方式让自性之光显现。当自性之光显现后，就不必再观外在的光，而可以观内在的光了。常人闭上眼，眼前一片漆黑，观不到光。什么时候闭上眼，眼前一片光亮，身心自然变得敏锐，智慧自然会打开。从治病的角度讲，白内障、青光眼、散光等眼疾，通过观相会有奇特的疗效。治疗近视眼则需要一段时间，长期静坐的人看远处看得清楚，看近处反而看不清。黑眼珠对应肾脏，眼白对应心和肝。如果通过坐禅把肾水激活，首先滋润的是肝，眼睛会很清澈明亮。如果生理上没有协调好，这股力量上来以后，眼睛会充满血丝。如果不会对治，持续的时间会长一些。为什么有些静坐的人会眼睛充血、牙疼、耳鸣、头疼呢？因为头顶这朵莲花未开，若开了，头顶就会像烟囱一样，下面的力量上来后，就从头顶出去了。这时头就不会胀痛，眼睛就不会红肿了。念咒可静心开会，扩大能量场。为什么佛教传入中国后，许多经济、赞颂、咒语、唱诵等要保留古印度的梵音，而不翻译成汉语呢？因为翻译成汉语容易使原来的意思出现偏差，甚至错误。另一方面，咒语的力量翻译后会丧失很多。众所周知的阿弥陀佛，现在很多人都把它念成阿弥陀佛，实际上念错了，把古人的内涵都改掉了，也丧失了意义与法力。你们现在就可以感受一下念啊和啊有什么不同。念啊，力量是从头顶出去，念啊，力量是从嘴巴出去，发音不一样，力量出去的地方就不同，相应的维度空间就不一样。净土宗特别强调，临终时神识从头顶出去，才能往生西方。古人传下来的咒语发音，都是给过禅定修正后才确定的，而现在的人念咒语都是根据自己的想象。古人是一代一代口耳相传下来的，即便写出来，也还是要口授亲传。现在的人误以为自己识字，只要照着经书读就对了。经咒都是古圣先贤的愿力，心诚固然能感应，但如果读音准确，岂不是感应更快？如果仅凭心诚就能入道，那还要法门？师父干什么？当然，如果心不诚，师父传你一个法，你自己去修，也只能达到4成，绝对达不到5、6成，7、8成更不可能。因为越往上修，越需要诚心才能感应，越往上修，越要靠内在的改变。内在不改变，层次无法提升，因为方法是属于有为法，而道是无为法。金刚经
中讲法上应摄，何况非法？法就像一根拐杖，是用来帮助你学习走路的。当你学会了走路，还要拐杖干什么？必须把拐杖扔掉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修了10几年还修不上去的原因。他们只在方法上下功夫，被法赚了。大家天天观香念咒，就像走程序一样，心根本没有入道。就大家目前的状态，在方法还未掌握娴熟之前，不能抛弃方法，直接进入心态的修炼。做任何事情刚开始都是有规有矩的，掌握之后才不需要规矩，才可以直接进入核心。学习静心，刚开始必须借助一个方法，当心能随时静下来时，就不需要方法了，也即可以抛弃方法，直接让心静下来。如果你还需要方法，说明你的功夫还不究竟。如果在这个山洞里无人打扰，很安静，你才能静下来。离开山洞，到了十字街头，你就静不下来了，说明你的静是靠环境升起的。这样的静心功夫又有什么用呢？住山洞只是一个阶段，最终是要到红尘中去用。真正的静心，具足禅定，不被环境所转。学佛的人几乎都有这个毛病，打坐怕人吵。刚开始这样可以理解，学佛多年了还是这样就不行了。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和修行方式。一个人独自在屋子里静坐，打妄想了自己都不知道。大家在一起静坐，别人惊扰了你，实际上是打断了你的妄想。说得好听一点，是打断了你的思想，不可能干扰你的禅定。如果修行十分为圆满，在山洞里只能修3到4分，剩余几分要在红尘中才能修圆满。从另一个角度讲，如果不住山洞，直接到红尘中去修，被红尘转了还不知道。所谓沉迷于红尘，所谓不被境转，是觉知在与不在的结果。觉是不迷，知是不乱，就像浴室昏了头，不知怎么做，搅乱了手脚一样。如果我们通过某种方式把觉知培养出来，就会感到有个无形的东西像呼吸一样永不间断。呼吸断了，人就会死去；觉知断了，人就会迷失。有的人在这儿坐了几个小时，突然醒来，不知道刚才在干什么。这与打坐入禅定，超越时空是两码事。后者是清醒而又在定中，觉知像一面镜子一样，一直保持着一个清净的画面，即便偶尔出现一点杂念，也会在画面上显现，根本破坏不了这面镜子。修行人有时候也会发火，但只要功夫够，根本影响不了心灵的这面镜子。就像一堆火烧得很旺，泼一瓢水下去根本扑不灭，相反，火焰会更高，就如同浇了油一样。这就是处处能定，个个能定的功夫。对于有禅定功夫的人而言，周围发生的一切他都听到、看到了，
但不会被所听所看所干扰。这就是功夫，不是理论。没有这个功夫，是感受不到这种不被境转的宁静的。要达到这种境界，一方面是靠静坐，另一方面要靠做人做事来修炼自己的心态。为什么过去的修行人要闭关参学，再闭关再参学呢？就是要静了动，动了静，互相交替着修炼。静心开会后，才能知己知彼，出世入世都圆融无碍。如果大家修得很好，通过你们的眼神就能看出来，内心一丝不挂，提得起，放得下，眼睛非常空洞，而不是炯炯有神。如果一个人处于深层的禅定中，我曾经见过一个这样的圣人，你与他对视，会感到一切都空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你与他都消失了。有时候甚至会空洞的让你感到恐惧，就像孤身一人置身于茫茫的大海中。处于这个阶段的人很难度众生，必须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，才能接近众生。可以想象，眼睛里没有一丝生气，就像寒冷的冬天，一个人走在荒僻的旷野里，没有一丝暖气的空寂与萧条。但是一旦从这种境界中走出来，又是一片动人的风光，自信、温暖、和蔼、慈祥，全都在他的眼中呈现出来。你们每天晚上有没有打坐？一定要养成习惯，睡前打坐30分钟，时间越长越好，直到不能坚持，关掉灯，闭上眼，眼前是不是一片光明？内心的杂念是否能看到？如果看不到，说明离道还很远；如果看得到，降服不了，说明禅定功夫还不够。但以上路如果能降服，说明已经有了一定的禅定功夫。继续这样深入下去，不但能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，同时也能看到别人的起心动念。我们现在之所以看不到别人的起心动念，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还浮躁，还浑浊。就像两面镜子对照，干净的能照见不干净的，而不干净的照不见干净的一样。没有妄念，内心自然清净。当你把身心都静下来，心脏的跳动声、血液的流动声你都听得到，看得见。动一个念头，不仅看得见，还听得到。达到这种境界后，要想继续往上修，就必须靠内在本质的改变，否则不可能。吸气时，气沉到丹田，但思想不停留在丹田，仍然放在头顶上。经过一段时间这样的训练，就可以达到一心多用。刚开始时，呼之道呼，吸之道吸。如果思想随着呼吸吸进吐出，你就没有机会分神，妄念就产生不了。当你的思想与呼吸合为一体，就不会有妄念。平时有妄念，只是觉察不到。若能觉察到，实际上是妄念减少了，明白了修行的方法。还要通过一段时间的真修实练，
才能掌握方法。就像学开车一样，只要5分钟就可以把开车的方法告诉你，但要真正学会开车，必须反复练习才能掌握。大家要养成一种习惯，在睡觉前和起床后都做一做，因为这时候杂念比较少。修行要养成习惯，每天不做这件事，就像缺少了什么一样，要感到不习惯才行。要修就真修，不能掺假，稀里糊涂，自欺欺人，功夫不会自己出来的。心不敞开，心态不放平，境界上不去，是因为有假的东西存在。不管哪一个名师来的时候，都是带着同样的力量，只是他们外在的形象不同。过去的祖师所用的手法千奇百怪，面孔表情也会千变万化。比如一会儿穿件这样的衣服，一会儿穿件那样的衣服，一会儿是这样的表情，一会儿又是那样的表情，其目的都是为了适应众生不同的喜好和需求，都是为了唤醒众生的觉性和记忆。真正的名师是不会考虑自己形象的，只要能唤醒众生的记忆，他们会扮演不同的角色，用不同的面孔来面对众生。佛菩萨有很多面孔，穿着打扮都不同，就是为了唤醒众生的记忆。而众生也有很多面孔，但众生的多面孔是因为受我执的影响，贪嗔痴慢疑不断，有种种的情绪变化所致。因为众生在娑婆世界轮回久了，沾染上了各种习气，为了清洗众生的习气，名师就设计了种种的法门。随着修行的提升，我们的习气会越来越少，面孔也会越来越少，自我和成见会慢慢消失，由万变成千，千变成百，百变成一，继续往上升，最后连一也没有。这时候你就什么都不是了。当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你就超越自我和成见了。换一种说法就是，当我们快回到源头的时候，或者说当我们修到98步、99步的时候，我们的自我和成见就消失殆尽了。再往前一步，刹那之间我们就回到了源头。只有当我们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才能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，融入到万物之中，整体之中，就像一滴水回归到大海一样。当你融入整体，完全与整体合一之后，你就住在三摩地里，如如不动了。这时候你才超越了三界，超越了轮回，破除了无明，了断了生死。你在三摩地里不知道入定了多少劫，等到有一天你不想在整体里面待了，想换一种生活方式，到娑婆世界或者他方世界去看一看，你一动念就从整体里面啪的掉下来，形成了个体，又来到了娑婆世界或某个他方世界。等到你玩一圈，觉得不好玩，想回归了，你又想办法让这个个体再次回归到整体中。我们就是这样不断的来来去去。你只要保持个体，就有烦恼，就会疲劳，
就会生病，就会干涸，就会死亡，就会轮回。要想不烦恼，不生病，不干涸，不死亡，不轮回，就必须让个体融入整体之中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真正的修行之道，不是叫你远离红尘，避开车马喧嚣，而是让你向内关照，当下正念、正言、正行，活出本源自性的光明与慈悲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